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频道。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。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半到下午1点，现在是美东时间12点半。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直播。如果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想提问的话，可以问一下你们关心的股票，把股票的名字、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，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漏看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标普。这个标普啊，我在周二直播的时候已经多次提及，现在这个市场非常非常难做。怎么难做呢？就是做多做空都非常难，做多做空都非常难。现在这种状况，这个日线这个周期上没有任何做多的信号。那么虽然说昨天因为一个 CPI 数据的一个刺激，有过一次反弹，对吧？那么给到一点喘息。那么特朗普可能是发现市场有一点喘息了，然后今天又要跟法国、跟欧盟打贸易战，跟什么红酒啦、什么饮料打贸易战。所以说呀，现在这个市场稳定不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特朗普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，现在这所有的这些全是他造成的，对吧？因为市场是厌恶不确定性的。那么如果特朗普一天不能够稳定下来，市场也不可能稳定下来啊。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呀，这就是他们想要的，对吧？他们就想把这个市场现在搞下来，把钱赶到债券里面去，10年债里面去。所以说难做，短的周期、长的周期都非常难做，做空做多都非常难做。所以说最好的办法，很多时候你不做反而是可能效果更好。你把钱拿出来存到银行里面，对吧？吃利息可能都比现在在市场里面好。先看一下你好，李朋友，李琴，你问那个 Palantir 对吧？先看一下 Palantir。看一下帕兰蒂尔，但是你并没有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，想是做多呀？好像你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想问有没有开仓进场，对吧？我们当时好像说过，就是说看你想做什么级别的操作，这个其实非常的 personal。为什么说非常的 personal 呢？因为任何级别的周期上，任何周期上都可以做。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，我可以5分钟上做空，我也可以5分钟上做多，我也可以1小时上做空，1小时上做多，我也可以在日线上做空，我也可以在日线上做多，对吧？所有的都关切到你的周期。你如果说不说周期的话，或者说你不说你想具体的操作的话，我只能给一个比较general 的建议，对吧？所以说我就大概说一下现在它在1小时上的这个，因为日线上已经出现了底分型，只要74.58能扛住的话，那么就有希望反弹一笔，扛不住的话就是下跌延续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就看你想做什么周期的。所以说然后1小时上我们看一下这段下跌能不能够有一些什么反弹没有，或者说现在1小时上中枢的下沿85.25，然后前面这里这次反弹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价格，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这个反弹的价格 85.15， 这个反弹的价格 85.1， 也就是说这个反弹是回到中枢里没回到中枢，刚好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三脉，就是 85.15 这个反弹，这是我们看一下够不够5根，刚好够5根，发现没有？这个反弹刚好够5根了，然后 85.15 也没有回到中枢内部，这是一个这个小三脉，这是一个在1小时上已经出现一个三脉了。然后把这个三脉之后的这个给它画一下，这是到这里是三脉，然后又出现一个背驰，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比较一下这个高点，这个高点 84.42 84.55， 那么意味着这个高点在这里，对吧？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做，
所以说，在85.15这个三卖的时候，有没有尝试减仓，然后出现盘整背驰了，我这个位置又出现底分型了，然后再去看它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在15分钟上、5分钟上是有中枢的，这个位置进没进？做1小时的一个反弹，反弹，因为 CPI 数据的刺激，在它刺激比肯定是有2个小中枢的，到了这里有背驰了，还是没回到中枢里面，对吧？那就意味着这里在做这个第2个中枢。1小时上这里在做第2个中枢，如果说从84.55这里直接砸掉74.58的话，意味着前面下跌的一个延续。那么这有2个小中枢又是形成扩张，这是一种情况，对吧？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样呢？还有一种情况，我们把这个中枢给它拉过去。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，以74.58作为分节点。那么74.58这个位置只要不被打掉，然后把这个中枢也去掉，为什么这样分析呢？这就是用非同级别分解，对吧？非同级别分解，我就可以照顾到它的上一个周期日线。那么在上一个周期，从125.41到74.58可以结束了，一个中枢带一个小三卖，一个离开，挺饱满了已经，对吧？那么只要74.58不被打掉的话，我这里就可以衍生出来一个中枢上去，再生出来一个中枢，再打一个高点，这样结束这个反弹没有问题，对吧？前提是74.58能够撑得住。那么你也可以从这里先看一下它这个回拉的第一笔，也就是说它现在在构造这个中枢的第一段，现在构造第一段呢。那么现在这个回拉还不够比，回撤还不够比。如果说能够在0轴附近或0轴上下盘得住的话，有希望能够回撤一笔。那么最好不要跌破这个78.39，对吧？不跌破78.39就是2买。你要做多的话，就先做这一笔。那不知道这一笔是比较弱的反弹还是强的反弹，没有人知道，只能在这个当下这个位置，你先分一点仓位进去做1小时的这一笔，就是你要吃的。如果说出现强势拉升的话，你肯定多拿一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没有人能够预测它之后的一个走势，你只能计划。那么现在没有出现这一笔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对吧？等待呀，等待也是操作。很多人但是当然了，你不知道该等的什么时候，你肯定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出。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等的是什么，你要操作的是什么，才能够有效的去做到一个比较有目的的一个交易。很多人交易无目的，这个随意交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该等什么，对吧？他是盲目交易的。那么这个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这个过度交易，就是在这里，因为他不知道该等什么。所以说针对这个 Palantir， 你所能做的现在就只能做1小时这个周期的这些交易。什么时候可以出现转势呢？就是这个如果说能够不背驰，3段不背驰，那么这个回撤这段不背驰，然后一直跟到这个顶点的时候，看它的内部有没有2个中枢或3个中枢，就是它的次级别或者次次级别，先减掉，然后等待回落，回落不能够碰到前面的这个1浪或第一笔的高点，继续买回来做5弱了，回来做中枢，继续做中枢的结构买点，再等待上升，对吧？这就是你一段段跟踪做这个波段交易嘛。缠论是最好的跟踪理论，是最好的波段交易理论，就在这里呢。我能够清楚的知道我应该什么时候该这个等待，什么时候该进场，那么什么时候该切这个周期。现在我看的1小时周期，如果说你想做小周期的话，那就看30分钟，甚至做15分钟的，对吧？都可以。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去盯盘，你能不能够做更小周期的一个，这就是一个比较个人的选择了。所以说我很多时候我说交易是很 personal 的一件事儿，是很个人的一个，你必须要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制定你的交易策略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给到你一个更合理的交易策略，因为没有人能知道你的交易的习惯、你的交易心理、你个人的性格，这所有的这些都只有你自己知道。那么你去想找一个大神、一个股神告诉你哪个位置该买，哪个位置该卖，可能1次2次没有问题，但长期下来的话，所有都要靠你自己。那么你只有把这套理论吃透了、学明白了，你才能够交易无障碍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但是我们
小散户因为要学一点技术分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要避开这些回落，对吧？你避开这些回落回撤的话，那么我们的资金利用率就比较高嘛。当然，你能够两边通吃就更好了。涨上去减仓，跌下来这个看到要下跌的时候去做空，当然没有问题了。但大部分人没有这个能力啊。这就是我已经把这个1小时啊，你该等待什么，出现什么情况可以继续跟踪，出现什么情况应该减仓，出现什么情况应该买回来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我希望你能够多看几遍，一次看不懂的话没有问题，多看几遍，反复看，再结合实际例子，然后呢再结合那个你的那个仓位，一定要这个在不熟练的时候你就把仓位降低，用小仓位去跟就好了。那么不是说一次要达到这种程度，这个都是长期在市场里练习出来的，你才能够做到一个游刃有余的，对吧？先用那个小仓位、小周期练习，慢慢的熟练了，再把仓位这个加大上来就可以了。再看一个下面的 ELEI， 或者说这个朋友问 QQ 可以进场了吗？ QQ 这个应该在上周，不是上周啊，周二我做直播的时候。应该忘了是李朋友问过他这个反弹位置，对吧？当时他问了一个反弹位置，我们当时是给到说看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。我们看一下他当时这个黄金分割，这是我们当时 QQQ 的这个画的图形，然后这是一个他当时的低点，他就反弹到 0.5 了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反弹到 0.5 了。那你有没有在这个反弹这一笔的位置减掉？现在你才有机会加。你在该卖的时候不卖，那你就等待它能够上去，对吧？不要预期，不要预测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要用这些工具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不预测、不预期，只看市场的一个表达，我们做出我们的应对就好了。那么到了这个位置，你有没有减？那么现在回来了才有机会加。那么想加的话，如果确定反弹，建议激进点直接买 TQQ 吗？所有的跟那个这个什么衍生品相关的，我都不建议你。没有能力的话，就买这个不带杠杆的。你想一下子买个大底，那太难了。一下子买个大底太难了。所以说，什么叫反弹？那个确定反弹呢？没有确认，一定不要找什么确认。谁知道这里是大底，一定能涨上去啊？它可以是这样涨啊。到这儿了，我知道反弹确认了，在这儿的时候你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找什么反弹确认，这个纯粹是痴心妄想。我可以这么说，想找确认性在股市里面纯粹是妄念。那么妄念太多的话，不利于交易。那么现在就是1小时反弹也完事儿了，但是呢，这两个中枢有接触，中枢扩张了。它完全是可以在这里2次反弹，相当于对这个中枢的话还是在卖，它还可以再往下走。你所能做的只是现在有可能要结束了，然后再做一次反弹。那么如果说还是弱反，你还要卖，因为2次反弹针对上面这个扩张之后的中枢还是在卖，它还可以再下去。什么时候可以多拿呢？还跟刚才那个标普一样，帕兰提尔一样，它这样的时候你才可以继续拿。那至于它是出现强反弱反，没有人知道啊，你只能跟呐。到了这个位置，你只能先去配一点仓位，然后看市场怎么选。按照现在特朗普这个尿性，你觉得能走这样的吗？或者说是走这样的，可能吗？按照特朗普的尿性，起码到中期选举之前都不可能出现这种。或者说马上3月底了，开始这个财报了，看看财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变化。现在就是一个阴跌嘛，现在是这个典型的熊市的这个节奏，快涨慢跌。你发现这个做空的人也非常难受，它是一个慢慢往下砸的这个状态，它不是很痛快的往下走。你看这段，这是从这个148这个反弹那高点。它不是很确定的往下砸，它是慢慢的往下走。你做空的人是很难受的。如果说你不知道该怎么操作做空，因为做空最爽的就是快速往下走。这种人是想做空的人想要的就是这种节奏
但是它不给你呀，现在就是熊市节奏，慢慢下来。所以说做空也难，做多也难，你就只能一段一段吃。现在就是最好的分段交易的一个时间段。好的，那么的话看赵雷 list 分析一下量子计算 QPTS 一个量子计算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，没有看过，这个图形挺漂亮。首先图形挺漂亮，这个周线上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大中枢，在周线上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大中枢。那么还给了一个1、2、3、4，这个还不够，就是说周线上那个300还没出现，但是呢，在日线上有过2次回落了。我们看一下日线上这段，非常这个结构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上是不是有2次回落。把这个2次回落的这个结构给它画一下，在日线上的话，有希望有一个结构买点出现。这个结构这个基本面那个现在是7块多，盘子非常小，所以说不了解的话就不要轻易的往里进。我们把这个图形给它大概画一下，但是这个图形的话是一个强势图形，可能是现在要炒量子计算的一些相关的，不太知道，但是起码这个股票图形比其他的图形强。你看下面有一个大中枢，是周线那个大中枢。现在在这个日线上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相当于我先画一下模型，它是什么模型呢？是这样的一个模型，这是一个大中枢，然后上去，然后这里是大 B， 然后我现在画的这个蓝的是周线的模型。现在它在哪儿呢？它现在在这儿呢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 QBTS 的话是在这个位置做中枢呢，也就是小 B 中枢的大 A， 叫 B 中大 A， 就是这段离开的这个段叫小 B 段，在我们模型里面，对吧？前面是小 A， 这里是大 A， 上面这是大 B， 后面这是小 C， 对吧？那么现在是小 B 段中的大 A， 也就是因为小 B 段，因为这个所有的蓝的都是周线嘛，那么这个大 A 呢是这个次级别的，是这个日线上，现在是这么个模型，小 B 中的大 A， 所以说这个结构是比较好的。那么我建议你跟这个图形做好的话，那么上面的空间是肯定是有的，所以说你就按照这个结构一段段做就好了。到这个中枢的这个，因为我这个中枢是大概齐化的，因为它有一些这个包含关系，但是没有太大关系的，所以说当然了，它还可以再沉一次，踩掉这个 3.74 这个位置，踩掉 3.74 就更饱满了嘛，就是进入段，然后构成中枢，打一个离开，然后就会出现进入跟离开有背驰，这样的话这个的结构更饱满，对吧？这是一种选择，还有一种就是快速往上拉，因为现在这个已经在0轴以下开始酝酿。如果说这段能快速上去走的话，那就是开始走，这个是进入段，这是大 A， 然后走日线的小 B 段，也就是变成了一个 B 中 B， 但是这两个 B 是级别不同的。这个蓝的小 B 是这个周线的，后面这个是日线的，所以说它会走 B 中 B，B 中 B 就是波浪理论里面的3浪3，如果说要走3浪3的话，那就牛逼了。所以说这个票可以自己跟一下但是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，你就自己控制一下仓位。看他问一个减肥药 VKTX， 减肥药的话，现在好多公司，像丹麦的公司，诺和诺德了，美国的伊利利利什么，现在好多减肥药公司，好多药厂都开始进攻减肥药，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。但是它这个结构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在月线上这里是接触上了，对吧？从这个起涨点上去之后，这个两个是接触上了，然后这个反弹呢，这个反弹也是够比的，所以说它是一个更大周期的一段。现在就看这里，这个减肥药能不能够这个回撤的比较深呢？从这个最高点 99.41 回撤的比较深，那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回拉的原因。
回答的原因你可以自己找一下，但是技术上的话，这段回撤太深了，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可能性结束。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，那么周线上的话，从这个一笔上、一笔下、一笔下，对吧？上下上一个3段，我们现在比较一下这3段的一个力度，先看有没有背驰。哎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等比例，发现没有？为什么在这里停顿了呢？等比例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位置，可以尝试先买一点，就是做这笔反弹。在这笔反弹，你要关注的就是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46.1，碰不到46.1的话，还会再来一个5，就是1、2、3、4、5嘛，5浪。那么如果说能够碰到46.1的话，就会做一个周线中枢，那就看有没有2买。甚至是很强的走这个大反向也可以，还是一样。你在这个位置，你不知道它能走多高，你是不知道的，它任何都有可能。但你只能是在这个位置先进，你不能说我到了这儿了，哎呀，我知道这个股市这个票牛了，我在这个位置追。你这个位置你干嘛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是可以尝试这个近一点。我们也可以再仔细的看这个它的次级别。看一下它的次级别，这样的话你就尽量抓得离这个拐点更近嘛。为什么要看次级别呢？对不对？就相当于你把显微镜的度数放大。那么这个级别在它的日线上，我们把这个日线的最后的图形给它画一下。这里是出现过一次2卖，然后再次下来，这都不够比。跌的时候非常的连贯，对吧？结构非常简单就下来了，然后一直跌了一个5浪，看到没有？日线直到跌了一个5浪之后才结束，1、2、3、4、5浪5笔都可以。然后现在这个最低点24.41，然后之前在这个周二的时候是24.44，没有打掉，这个下沉并没有打掉24.41，所以这里有希望能够起来，所以你要开始从这里开始跟，然后用什么来检查它的那个强弱力度呢？就是这里有一个类中枢，从这个28.64到36.39之间有这么个中枢，类中枢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利用这个中枢来进行一个先做一个偏短的一个操作，因为它现在并没有起势呢。只有说是突破了这个中枢，突破36.39之后，才有可能转势，对吧？你可以利用这个中枢来判断这个转势的可能性。它也可能在这做震呢，震完再打个低点也可以的。所以说，首先以24.41作为你的防守位，只要24.41不被跌破，它就有希望能够在这里生长出来一些结构，因为走势是慢慢生长出来的。在当下这个位置，你是不知道之后是什么情况的。你在这个位置只能是跟踪它，先进一点，以这个作为防守。跌破它的话，你可以减仓或者止损或者怎样都可以，那就看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对它的一个预期了。毕竟它从那个99跌到现在，已经跌得非常非常深了。但是在这个位置做个中枢再下也可以。具体怎么样的话，还是跟它的基本面其实相关度是比较高的。而且现在它这个 MACD 啊，离零轴太远，你发现没有？一般的这个2买啊，或者说那个你发现大的上升的时候，都是从零轴开始起来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这里，看这里，零轴起来的吧，回沉到零轴附近，然后啪一个上去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前面这里这个位置，或者前面这里的一直在零轴这儿横着，对吧？都是从零轴这个位置才能起来。才能有机会往上走，对吧？你在这个任何一个位置回拉买都能够吃到它的这一段，因为它都在零轴，一直没有沉下去，发现没有？都在零轴上面。这是我们看的周期也不小啊，现在看的是日线，所以说任何零轴就是我们多空分水岭，只要在零轴以上都是偏多的，只要在零轴以下就是偏空的。不是说偏空你不能做，它往上回拉的时候，相当于做有反弹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去跟踪它操作的，对吧？再看这个 Tomalex， 看一下 KWEB， 这应该是一个中概的一个ETF。这个的话，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个朋友问过另外一个叫什么玩意儿 FAX 什么玩意儿 FXI 吧，对吧？当时我们
有一次直播的时候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我们是在这个位置他问的，我们在这个位置问的，你去看一下我当时直播的时候，这个位置，当时他在这个位置问的，然后我给他分析的。在1月份的时候，就是当时跌得非常猛的时候，就是从这一段下来非常猛的时候，那位朋友我直播的时候问的，然后我们当时就也不说预测吧，当时结构上已经给到这段了，也就是在周线上它是有这种上涨这一段，因为它是这样一个结构嘛，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，所以你去看一下我们当时在分析的，在这个2025年1月份的时候视频就知道，当时我们就已经分析出来这段了。但是能不能够拿到这个位置，那就说不好了。你从这个30能不能拿到37，这肯定跟人分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能不能够分析出来是一回事，能不能够拿到那儿是另外一回事。你先能够分析到，你才能够拿得到。你连分析都分析不到，你怎么可能拿得到呢？那么这个 KWEB 它俩差不多嘛，对吧？它就是这个是这个跟科技公司或网络公司多一点。那个是大企业的这个大盘股能多一点，蓝筹股能多一点，这个就是科技公司多一点。那么这也是在周线上有这么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么一个周线的大中枢，然后它现在没有脱离这个中枢，发现没有？一直没有脱离这个中枢，这进入段，这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只有7段。如果说9段的话，那这个中枢能升级，看能不能够上去。现在是7段，并没有脱离这个得强势脱离，一个回拉不回来，一个再给一个300。所以说你现在做的就是中枢震荡嘛，就是针对这个中枢继续做中枢震荡。那么你想的做的更精细呢，就是上去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仓。怎么看力度衰竭呢？降周期，切就是变频。变你的频就是变你的周期，看不同周期。那么在日线上也是已经有3段了，对吧？虽然说第3段不够比，这是一个1、2、3、4，只有4根，但是没有问题呀，这也是次级别肯定是有背驰了呀，对吧？它也可以是先回撤一段，那么就是说前面第1段到这里，然后看能不能够再上去。所以说它现在这个就是看它在日线上这个结构能不能够出现一个。因为现在这个有包含关系处理之后，这个回撤也够比了。我们把日线上给它画一下，日线上其实就是这么个结构，日线上就是一笔上一笔下，但是呢，在它的1小时上还有一个更小的，就是这是1小时上肯定是在中枢的，所以说你可以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位置肯定是等它回蹲之后，相对饱满一点的状态才能往里进。也就是说，你要去看它的次级别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。那么它的次级别的话，1小时上结构比较小，30分钟上有没有结构？30分钟上的话也不够，15分钟上的话，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中枢，然后这个是反弹。回到中枢里面来，然后再次构成第2个中枢。它这个结构就是然后到了这个位置出现一个最低点，就是这么个玩意儿。这里有一个15分钟的，然后在这里又出现一个15分钟，就是这段跌的时候，这个抵抗性是非常强的，对吧？现在这个地方有希望，因为这个相当于2个小中枢了，虽然说高低点有接触，但是它也可以结束啊。对吧？可以结束，然后看它这里能不能够起来。但是现在在小周期上明显没有力度，没有劲儿，没有这个兴奋劲儿起来。所以说，看它，起码你要是想观察它的话，就起码要站上这个中枢的上面，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大的一个走势。如果说不能够站上这个中枢上面的话，那么相当于这里还要继续往下沉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就是你以这个最后这个小中枢作为你的观察就好了。站到这上面之后，你才考虑能够加仓，或者说它能够继续向上延续。也就是说，日线上它可以再来一段，这里可以再来一段，就以这种结构作为这个周线上我们刚才看的那一笔，它结束的话可能会再下来。
好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已经到时间了。现在是美东时间下午1点，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直播。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也就是明天是1个小时直播。明天的话是美东时间12点开始。